当我发现面对问题时，我选择和母亲一样逃避。遇到糟糕的事情，我像她一样抱怨。愤怒的样子和父亲一模一样的时候，我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上涌上来，深深的惊叹下带着恐惧与悲哀，这感觉很深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课后学堂，通过分享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悟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话题便是：家庭真的会影响一个人吗？那首先，什么是原生家庭呢？原生家庭是指儿女还未成婚，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。与之相对的还有新生家庭。简单来说呢，新生家庭就是夫妻双方组成的家庭，这样的家庭不包括夫妻双方的父母。原生家庭就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。家庭若是一棵树的话，每一个人都是原生家庭的果子。无论风吹雨打，时间推移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也很难逃脱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影响。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可能就是什么样子的。父母的重男轻女、愚昧偏激、言语谩骂、肢体暴力，都会造成我们胆怯、自卑、自我价值感低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人关心，总是没办法信任别人，难以与人相处。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也包括了我们的人生态度及人生格局。家庭有时候会以爱的名义设置一个监牢。让人无法相信的是，门即使没上锁，你也不敢推门而出。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，在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深入骨髓。小的时候还是孩子的你爱冒险，好奇心重，什么都想闯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父母总是告诉你这样会受伤，那样不可以，不应该，所有的事情都被规划好，以他们认为的去实行，将你的想法通通丢弃，那你很可能在日后也难以坚持自己想要的，甚至你会对自己想要的很模糊迷茫。相反，如果小的时候你的想法都被父母聆听，去做的也被父母支持及鼓励，那日后的你对于人生是充满信心的，也清楚自己内心里向往的生活，因为你知道你多了一份肯定和信任。其实等我们都长大了，见识了很多，有了足够的知识及自我想法，便会特别的想要逃离他们的控制和失落，却又惊恐地发现自己跟他们越来越像。比如你不喜欢妈妈总是为了婚姻和家庭隐忍，天天劝她过得不好不要忍，可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也在忍。不喜欢爸爸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发怒，总是告诉他不要发脾气，可有一天突然被告知原来自己的脾气也很大。也许很多人都曾经这么想吧，如果当年能被温柔对待一些，如果性格里张扬肆意的东西能被保留一些，如果面对生活能够更勇敢地相信自己，如今是不是活得想象中自在潇洒呢？父母是孩子最大的命运，不管我们想不想承认，基因就像刻在灵魂深处的烙印，先是影响个性，继而影响生活态度，到最后可能就影响了整个人生。父母所展现的一些行为、处理方式、个性，教育我们的方式都在一日日地塑造我们整个人。这里我就分享2个故事吧。故事1，男孩的家庭和谐，充满着爱。母亲是个卖吃的小贩，卖的食物从来不偷工减料，都是真材实料。即便身边有人建议他们其实可以减少原料来减低成本，让盈利更高，
但母亲坚决不这么做。她还让男孩知道，做人呢，就是要对得起天地良心，自己过得踏实和舒服。从那之后呢，男孩学会了真诚、认真，要有坚持的原则。无论生活多困苦，都不能因自身的利益去做不正确的事情。后来的他，因为有着这些原则，在生活里慢慢进步，遇到了很多贵人，成功地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。故事2，一个小女孩，母亲爱慕虚荣，认为有钱就是一切，看不起贫穷的人，女孩也慢慢潜移默化，认为自己有钱有势高人一等，对别人都没有好的态度、好的行为。她也从来不会去努力地把自己变得更好，因为她以为富有就是一切。后来因为家里不如以前辉煌，女孩需要出来工作，这个时候她才发现，别人在意的更多是你的为人、态度和能力。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格局，却都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。如果父母展现给孩子的是真诚的生活、宽阔的天空、和善安逸的世界，那等他长大之后，就会有宽容的心境去面对满是挑战的世界。如果父母展现给孩子的是世俗的生活、灰暗的黑夜、自我中心的世界，那等他长大之后，就会选择性的忽略掉这世界的美与善。此外，原生家庭也影响一个人的恋情模式。父母的相处模式是我们最开始接触和了解爱情与婚姻的入口。有句话说，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爸爸妈妈相爱。这个家庭关系中，夫妻关系应该是第一位的，之后才是亲子关系。如果颠倒了，问题就出来了。父母的感情不好，其实会造成孩子敏感、自闭、悲观的性格，对自己将来的婚姻呢，也有着消极的态度。我的家庭，父母不相爱，在一起只是凑着过。父亲平时对待母亲都是冷漠的，心情不好就会大呼小叫。母亲永远像是没有话语权，畏畏缩缩。他们一直都精疲力尽地生活着，根本就不懂得爱。他们也不会爱我。在这个感受不到爱的家庭里，我变得不会表达爱，也不会去爱别人。我不敢去想恋爱，也不敢去想婚姻，更不愿意有孩子。我不想变得像母亲那样不幸福的将就生活，也不想变得像父亲那样冷酷无情，没有担当。应该温暖的家庭却只有争吵或者冷漠。因为没有感受过爱，所以不知道爱是什么模样的，也不敢去打开内心去接触外面的爱。后来懵懂之下，我也谈起了恋爱，但我知道我还是敏感的，是害怕的，是没有一点安全感的。即使相处了很久，对方对我很好，但是他的一句无心的话，一个动作，一封信息，都可以让我瞬间失去信任，崩溃，想要放弃。因为我总觉得他和父母一样都不会爱我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我都很难信任他。这样的我们对伴侣的期待很高，需要包含小时候那些未得到的，是正常人的好几倍，早已经变得不正常，失去了平衡。相反，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，他们见过也感受过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，拥有对健康爱情的能力和信心，容易以正确的方式走向正确的方向。他们也相信自己拥有幸福的能力。你所有的感受都是有道理的，那些灰暗、难以被人理解和无处安放的感受，其实都是来自于你的家庭，最主要的是你与父母的关系。著名心理学家武志红在书里写过的这段话，足以证明原生家庭的影响力。
很多时候，我们花一辈子的时间等待父母给我们说对不起，而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等我们说谢谢，而我们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。但事实上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很多人带着原生家庭和童年阴影都活得如此闪耀夺目，说明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原生家庭的不足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甚至有人觉得原生家庭论是伪心理学，非主流的心理学，就像犯罪家里其实也可以成长出杰出的建筑师、警察、医生等。因此也可以看到，其实原生家庭的影响不是绝对的。原生家庭可以作为一种提醒父母的警示，但不能成为一些人为自己推脱责任的挡箭牌。我们可以承认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童年阴影会影响一个人，但并不代表它可以主宰、操控人的一生。你人生的自我塑造，你后来的人生更多在于你自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也别忘了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，谢谢你的支持哦。